军事消息，赶快来看到中国大陆战机杀进美国后院吗？因为骁龙现在抢下了中东金主的大单。另一方面，今天也会来关心到，除了骁龙战机之外，就是歼20了。它现在会采用的是进化的 AI 系统。那西方的军火霸权开始受到冲击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其实2026年才刚开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工已经先点火。今天会来特别关注到的就是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他们一起合作研发的这一款骁龙战机 JF-17骁龙战机，现在已经呢打出了一个外销市场的漂亮成绩单。来自于南华早报最新的披露就是巴基斯坦现在呢目前正在和沙烏地阿拉伯谈了，打算接下来用20亿美元的贷款来换取骁龙战机。除了骁龙战机本身之外，沙国还说他愿意再多付20亿美元来采购相关所需要的装备。到底骁龙的战力有多强？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它的小档案。它配备的是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还有更好的一个涡扇13发动机之外，还有类似歼20所采用的这种飞弹进迫的警告系统等等。交易还没有敲定，但是华府的研究员已经先做了分析。他认为说，如果成功的把骁龙卖给沙烏地阿拉伯，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会是一场大胜利。原因是因为传统上沙烏地阿拉伯一直比较倾向西方的国防客户，所以这一笔交易如果实现，对中国来说真的代表的意义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了。那到底为什么中东大金主这时候要突然间转向大陆的 Block 3版的骁龙，战力到底有多强？如果真的买了，这个实质上面的意义，委员又怎么看？对，大家都知道骁龙战机是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的成都飞机集团合作生产出来的哦。那么我们从最近这个中国大陆央视所公布的有关于骁龙战机的这个 Block 3哦，它的这个升级版的一些相关的功能可以看得到，它进入了 Block 3的这个升级版之后，其实有很多的战力都大幅提升了，包含了它具有这个什么超视近距作战能力的。这个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哦，因为有这样的能力，再配备它的这个所谓的超视距哦，就是超远距离的空对空的导弹的话，它就完全可以做到射后不理了啊。那么这个其实当时我们看到的，在这个印巴战役的时候，其实骁龙就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只是当时的所谓的射后不理，可能是几个整个作战系统的整体的这个协作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但是现在的骁龙的 Block 3升级之后，它就可以做得到了哦。那么原因是因为它装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叫做这个新型的叫做有源相控的阵雷达哦，用这样的雷达做到了这样的效果。而且从央视所公布出来的这些资讯就可以看到说，新款的这个骁龙战机哦，它可以倒过来飞哦，低空倒飞12秒，而且非常稳定哦。那么这些东西都代表了说，骁龙战机除了它可以射后不理，它有这个超视距空对空作战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近距离缠斗啊。那么当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骁龙的这个战力大幅的提升，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就会提高了嘛。我们看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看到的是亚塞拜然，看到的是缅甸，看到的是奈及利亚，都有考虑要采购哦。那特别大家关注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原因，是因为沙国长期以来就是仰仗美国。那么我觉得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说，这也不意外哦，就是因为他总有一些唇亡齿寒的感觉嘛。他看看中东的这些国家是怎么对美国修理的。美国说要修理就修理了啊，说要飞过你家领空，这个去攻击别人，他就飞过你家领空了。然后呢，所以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说，虽然这个时刻了哦，他说你说那个 MBS 跟这个川普的关系还不错，但是谁知道以后两个人中间会不会有摩擦呢？所以对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来说，他当然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了哦。我过去仰仗你美国，我所有的军事装备都靠你美国，然后你美国在我底下还有军事基地嘞。那现在看起来，我说美国已经从这个加勒比海的海盗做北海小英雄，马上就要做阿里巴巴40大盗了，就要杀进中东来了。那难道沙烏地阿拉伯不会怕吗？他不会担心哪一天美国看上我的石油怎么办呢？那在这个时刻，我认为他做一些风险分散是一定的嘛。那骁龙的价格合理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可以分散对于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的这个依赖哦，那么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哦，就美国长期以来是用军事装备去绑架他的盟友的。就你听话，我就卖你好武器；你最听话 ，F-35卖你哦；你不够听话的，不卖你了。美国就玩这一招啊。所以今天如果中国大陆的军事装备
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成为大家都希望采购的对象的话，他一样可以用他的军事装备去武装他的盟友，甚至他一样可以用军事装备去结合更多的这个盟友，去交更多的朋友。好，所以我们看到枭龙卖到给沙烏地阿拉伯的话，沙烏地的目的是要分散自己在地缘政治上面的风险。那其实枭龙还卖到除了中东国家之外的外销订单，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东南亚的印尼。过去印尼的态度也是一改再改，这个时候又选择要买大陆的枭龙，还有它的攻击型无人机，目前是正在谈判当中。印尼的国防部长跟这个巴基斯坦正在谈，那最高这个交易规模可能会有40架。那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印尼的态度过去一直在改，是因为他之前本来是要买歼10C的大陆的歼10C，那取代掉美国的 F-15跟俄罗斯的苏35，但是后来又反悔，现在又说要买枭龙，到底为什么态度一改再改？那枭龙能不能真的取代，甚至是打败刚刚讲的，不管是 F-15美国的，或者是俄罗斯的苏35老牌强权呢？苑老师又怎么看？我前不久的话呢，到了成飞公园，在这个枭龙飞机前面拍了一张照片啊。今天我都没想到，今天这张照片用上啊，大家可以看到，跟那边在讲的跟我刚刚给干哥看的一模一样。我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到了成都去的，一定要到成飞公园里面去看他们坐的飞机，里面可以看到歼20，也可以看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啊，那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还可以看到这个枭龙的飞机。那它的模型放在那边的话呢，它表示它技术非常成熟，而且的话呢，我这边强调这个军火工业的买卖问题是非常特殊的啊。那军火工业的话呢，它的买卖它的魔力性是非常大的。然后军火工业的话呢，它里面的话这个国际性是非常重要的。那军火工业当中买枪买子弹那个不稀奇，战斗机是特殊中的特殊。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枭龙本身来讲，在这边讲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用到了 PVD-17，用到了这个歼20的这个雷达的系统，然后用到了这个涡轮13的这个发动机，然后呢还有他们在强调这个使用的这个飞弹迫近警告系统。那这一些的话呢，都是属于它不断摆在那边，技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进。那刚刚问到问题说，印尼为什么原来想要买歼17？原因就是因为去年的5月7号，那巴基斯坦的话呢，就把那个法国的飞机干掉好几架，那就是想要买。后来又没有买什么呢？因为各国干预嘛，这个非常敏感的。你买人家的系统，买人家的飞机，你将来的零件靠谁？你将来的军事上的部署靠谁？你要靠谁来训练？你的飞行员在哪里？像巴基斯坦是号称8铁，那不是开玩笑的。那个女飞行员的话，她本身就连印度的飞机都没看到，她那个雷达一按，啪，飞弹一出去，她那台霹雳15就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那所以说，目前为止，枭龙的话呢，各式各样的装备往上，而且我觉得大陆本身要发挥这个影响力，在印尼跟在沙特都非常具有意义，因为基本上都是从美国的势力范围底下挖根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枭龙现在在外销上面创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第二个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歼20了，这一架战机，它现在迎来首飞的15周年，并且在它的战力上面，它的战力上面有非常多的升级，一共是2点。一共是3点。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升级的是它的 S 型的进气道，直接可以遮挡住它的发动机的叶片，内部还有这种吸波材料，可以专门吞掉雷达反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它采用全球首创的隐形压式布局，那潜翼在飞行时制造这种脱体的涡流，就像一群小旋风，可以提升它整个机翼的升力。最后是歼20，它接下来还会融合 AI 协助飞行员可以整合这种战场资讯，做到及时判断威胁，而且是越来越能打。华干哥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升级？好，其实歼20哈，它最近已经推出了歼20S，S 是什么意思？双座战斗机。双座战斗机最大的这个意义是，第一个它可以训练高阶飞行员，第二个是后面的那一位飞行员，他恐怕要做很多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会成为电子作战官，也就是说，驾驶员之外，电子作战由后面的那位飞行员来承担。代表什么？代表技术的突破。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做歼20的态势感知，也就是说，当飞行员坐在座舱里面，以前在2次大战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把座舱拉开，飞行员看看敌人在哪里，敌人在哪里。其实你坐到歼20的座舱里面，你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它就像科幻电影一样，它已经都布满在你的抬头显示幕上面。比如说，东方200公里处有美国驱逐舰1艘，西方有我们的
这个盟友啊，巴基斯坦的一队飞机，高度、方位、风向通通有，你飞机还没飞上天都通通已经有了，这就是歼20。所以为什么这种飞机不能卖？沙烏地阿拉伯本来想买你，我不能卖给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最高阶的态势感知。然后现在呢，又更棒了，为什么？因为你也知道，中国是 AI 大国，对不对？现在把 AI 一股脑的弄进去，为什么会有歼20 S 型？就是因为它的工作，其实坦白讲一句，第2名飞行员可以减少第1名飞行员，他只要努力操控这架飞机就好了。那第2名飞行员就是要负担前面飞行员做不完的工作，他要把它承担起来。所以现在出了歼20 S， 我是认为说那是技术的一大进步。我今天跨出一大步，我不是光是这种空优战机而已，我要处理很多电子资讯。你知道，其实这些我刚才讲的性能，在 F-35上面都看得到，都看得到类似。所以大陆现在急起直追，你可以感受得到，它已经快要追上了。因为我们不敢讲说可以跟这个就是说那个 F-22或 F-35平起平坐这件事情，我们不下断语。可是它有没有追上去？有，而且最重要的是，歼20有一个大家不太会注意到的，跟标风战机一样的特点，就是它有压翼。压翼是什么？压翼就是在主翼之前面的一对小翼，这一对小翼可以让在进行大机动作对抗的时候，两架飞机，我今天没带飞机来，两架飞机要对抗的时候，你要怎么改出一般的飞机做不到了？这样飞就这样，那是叫做惯性，就这样飞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在对峙的时候，到了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我要改出你会失速，你就掉下去的。但是因为它有了这2片压翼，它就不会掉下去。好，这个就是技术的进步。不过这个对于逆中战机而言的话，那是另外一个讨论层面，我们下次再来说。